一個李衛，什麼人？不過是皇上在前邸的一個小厮奴才，大字兒不識幾個。皇上近派了他两江總督，還叫他施行什麼新政，亂出告示，竟然把叫花子也用上了。這不是掃我們大清朝廷的臉面嗎？還有一個田文鏡，更不像話，專一和康熙先帝爷選拔的官員作對，和士绅們作對，专横跋扈，弄得天怒人怨。可皇上卻一味地庇護他，反而把一些忠臣清官杀頭的杀頭，革職的革職。这新政既然好，为什麼有這麼多人反對？這些都是臣等不明白也不贊成的地方，請皇上把這些都說清楚了。对，請皇上給大伙說清楚了。是啊，我們大伙說清楚了。永信，这些话是誰教你說的？皇上，這話還用得着人教嗎？您看看，這滿大殿的人，誰心裡不是這樣想的？就是对，是這樣想的。人心这可危險呀！這心事啊，有多少情況？再多少地等我們这說教啊，這不行，是不是？我们好啊，原来是逼宫来了。这是自己人。可以算一个，这些也是忠誠之臣。这几個是科舉朋黨一案的人。八爺黨的人，老13吶，皇上，臣有本要奏。你也要攻擊田文鏡？是，臣對田文鏡、對新法是有些看法，但臣現在說的不是這個。你想說什麼？臣要參一個人。誰？東親王永信。啊！參我？他是誰呀？永信，你給朕坐下！我們找你說。第一，朝廷明詔我們都看了，說得清清楚楚，請幾個旗主王爺來，是為了商量旗務。東親王為什麼一開口就干預朝廷的政務呢？這是明目張膽的越職。第二，東親王雖然是世襲王爺，但也是臣子，一上來就連續向皇上逼問，毫無人臣之力。聖人有懲罰在，朝廷有禮制在，請東親王即刻向皇上謝罪。
么話要說嗎？回皇上話，沒有了。王文正，你要下去论证吗？皇上都说了，今儿个言者无罪，你凭什么指手畫腳啊？還叫幾位王爺不說話？你好大的口氣你！啊，你算什麼東西你？哼，充其量不過是我們滿人的一條狗啊！幾篇臭文章，僥幸得了個狀元，你他媽就改這副嘴臉啊？九爺，是個傻不可辱！呸！我罵你了！狗狗狗狗狗，满人的一條狗狗！快，抬下去，傳太醫。這，快點，哎，抬出去。好你個允堂，你發瘋病了嗎？你居然敢在朝堂之上當着朕的面辱罵狀元！你竟敢說出什麼滿漢之風的話來！你，皇上，滿漢怎麼就沒分別呢？列祖列宗八旗議政的時候，有漢人嗎？對呀，那時候有漢人吶。你說的話有理啊，有些事兒壞就壞在擅改祖制上頭。在太祖太宗手裡頭，滿人他就是滿人，漢人就是漢人，這哪能不守規矩呀？說得對，說得對呀，言之有理呀。我等啊，還是我們老祖宗的制度好。當年我們入關的時候，總共有12萬兵馬，橫掃中原，所向無敵。可現在呢，青海一個羅卜藏丹增，不到10萬人馬。朝廷用了年羹堯這個漢人，嘿，花了上千萬兩銀子，用了23萬兵馬，還掏了首惡元凶。真是我們欺人不行啊！還是朝廷現在的制度有問題？當然是制度有問題。今兒改，明兒也改，把老祖宗的制度全改沒了，能不出問題嗎？說得對，說得皇上，今天咱們把這一攬的事兒全都抖清楚。對，抖清楚了，說清楚了。2個章程，整頓旗務，連着政務，一道整，仍舊是皇上掌總。咱們呢，恢復了8旗議政的制度，上3旗由8爺、9爺、10爺任旗主，下5旗還是13爺和咱們4個的旗主。嘿，這樣事權就有了主，旗務和政務一同商量，一同下令，皇上也免得如此辛苦，天下就太平了。豈不好嗎？啊！對，哎，有道理啊！要是精闢8旗議政的話，我們也就好啊，好啊，到底露出真章了。朕在繼位之初就已經說過。朕無意做這個皇帝，只是聖祖托付，不得已而為之啊。聖祖是一代明主，就是撤銷八王議政，那也是他老人家手裡做的事兒。你們今天突然發難於大庭廣眾之中，說是要恢復八王議政，朕想知道你們的真心。
究竟是圣祖錯了呢，還是朕有什麼失德的地方？明說了吧，你们誰想當這個皇帝？不妨站出來直說！皇上，臣有話要說。朕是問他們，沒有問你。這是朝會，臣也能說話。朕現在就是不聽你說話。皇上，請讓臣說話。涂里琛，奴才在。調2捧御林軍來，守在殿外。凡是擾亂朝會的，都給朕抓起來。皇上，奴才失職，奴才有罪。怎麼了？御林軍都讓隆中堂調來的步兵統領衙門的人換防了。隆科多，隆科多在哪兒？回皇上，奴才在。隆科多，誰叫你調步軍統領衙門的人來的？回皇上，今日朝會出入的人太多，奴才兼着領侍衛內大臣的差事，萬一出點簍子，非同小可，所以奴才才增添了兵力，維持防務。那好，你即刻調2捧御林軍來，交給涂里琛。請問皇上，今兒個在座的都是我大清國的諸王公大臣，那麼調御林軍要抓誰呢？你講這話是何居心呢？皇上，奴才只有一顆事主之心。想當初天命6年，太祖武皇帝曾率諸王對天共同分享祈禱，說上下神知，吾子孫輩中若有不善者，天可滅之，勿加以刑傷，以開殺戮之端。今兒個4個旗主王爺奉旨前來共商其務，說得對，皇上可納之；說得不對，皇上開導之。千萬不可以做出有違太祖聖訓的事來。好個事主之心，算朕看走了眼，居然讓你管着9門。隆科多，你不要忘了，在城外面还有丰台大营、西山锐箭营，比你步兵統領衙門的兵力要多出好幾倍。皇上這話真讓奴才無地自容。奴才這樣做也是為皇上着想，也是為祖宗的江山社稷着想。現在不僅僅是奴才，就是9門的將士，包括豐台大營和西山锐箭營的將士，也和奴才一個心思，望皇上能夠鑒納臣下的忠言，不要動不動就以兵刑相加。花嗎？豐台大營和西山锐箭營的防務，已被四個旗主帶來的參將共管了。什麼？你說什麼？巴叔他們說，是皇阿瑪同意他們进駐2個大營，
整頓兵務的。好手段，老八，你果然是深藏不露啊！皇上，这话臣弟可就听不明白了。让关外的铁骑帮助关内整顿齐营的兵务，这是皇上您的旨意，并不是臣弟的主张。啊，这事儿洪胄可以作证。洪胄，当着满朝的大臣，昨天晚上你说过这话没有？儿臣，三哥。回皇阿玛，武帝也就是误说了一句，是听皇阿玛亲口说的。皇阿玛，皇阿玛，皇上，不要动！洪胄，你13叔真是疾病发作，去看太医了吗？回皇阿玛。是的。他不是被什么人挟持了吧？儿臣不知道。皇上，要不要退朝？不。云寺，朕只想你说一句：要是13弟有什么3长2短，你和你那些同谋们，那就是自绝于天地，自绝于列祖。哼，皇上，您把臣等看得也太坏了。自古从来就是皇上想抓就抓，想关就关，想杀就杀。做臣子的能保住这条性命就算不错了，哪還有絲毫加害他人之心呢？今兒臣等別無他求，只求皇上能讓臣弟盡幾句忠言。好，迟早你也会跳出来，让你说。好，只要皇上能讓臣說幾句話就好。曾幾何時，謝濟世、陸生南忠言直諫，皇上非但不聽，反而殺了他們。今天，當着滿朝文武大臣和諸位鐵帽子王，臣斗膽發問：聖祖仁皇帝當朝的時候，能發生這樣的事嗎？不能。皇上時常抬出聖祖仁皇帝，那麼請問，聖祖仁皇帝是這樣嗎？不是。我大清列祖列宗勵精圖治、苦心經營的這一片江山社稷，到了聖祖手裡，政治清明，版圖一統，百姓安居樂業，國勢蒸蒸日上，人稱康熙盛世。可皇上卻口口聲聲聖祖晚年倦於朝政，吏治腐敗，國弱民窮。
好像圣祖留下的不是一片宏偉基業，而是一個不可收拾的爛攤子。臣切為聖祖不平啊！皇上自繼位以來，僅僅在用人方面就有很多失誤，可是群臣是敢怒而不敢言吶。難道這不是我們朝廷的不幸嗎？用年羹堯，朝廷就耗費了幾千萬兩銀子，可大部分都讓他貪污揮霍了，國庫怎麼能不空？用田文鏡，他把河南的讀書人全都得罪了，以至於生源罷考，天下震驚。大家說，人心怎麼能不失？再說，士紳不當差不納糧，這是千百年留下來的古制，可皇上卻要強為逆行，以致天下士紳怨聲四起，人心惶惶，政局怎麼能不亂？聖人說：“君為輕，社稷次之，民為重。”士為四民之首，沒有了士紳的支持，祖宗的江山社稷如何能夠穩固呢？皇上，適才簡親王他們提出的八王議政，純是出於對祖宗的江山社稷負責，出於愛國的一片忠心吶。皇上，讓大家出來，共同的輔佐您，齊心協力，匡正厥師，治理天下，這有何不可呢？說得好，和祖宗的江山社稷比呀，這一切都得讓步。對呀，皇上，你就這麼怕八王議政嗎？是啊，皇上，就是皇上，对，请皇上恢復八王議政的组織。看樣子，朕就是想不同意也不成了，是吗？你們以為勾結了隆科多，調兵逼宮，就可以逼朕就範，是嗎？皇上，您說這話，臣等如何擔當得起呀？臣等對朝廷並無二心，更何況造逆。請皇上見納4位齊楚王爺的提議，恢復八王議政，保我大清江山興旺發達。好了，皇上，請4位齊楚王爺進關共商齊務是您的旨意，讓關外鐵騎幫助整頓齊營兵務也是您的旨意。您既然決心整頓，那為什麼就不整頓到底呢？皇上，臣有話要說。你說，這九爷、十爷，今天是朝會，你們剛才說了那麼多。我是先帝的老臣，兩朝的宰相，這下面就有我許多的門生故吏。你們該不會把我也當成滿人的狗，不讓我說話吧？剛才各位齊主王爺說到了八旗議政，請問什麼叫八旗議政？哼，這還用問嗎？八旗議政
就是当年太祖爺封的8個鐵帽子王共同商議政務，因此也叫八王議政。是啊，對呀，就是。不对，什麼叫八王議政？我來說說吧。因為天明4年，太祖令楚護理等武臣與科爾科部5位王共謀聯合反明。注意，這不是八王，而是10王，因此也叫10固山執政王。到了天命6年，情形又是為之一變。參與盟誓的，並沒有5位王，也沒有科爾科部諸王，而是斯塔貝勒、代善、阿敏、蒙古爾泰和我太宗文皇帝，還有德格雷、耶爾哈朗、阿济格和岳托4王。这就是所謂的八王議政。但是，在此以後，凡是遇到大事具名議政的，又不定是這8個人。太祖遺囑中所說旗主各主一旗的，像多爾衮、多鐸這些王爺，就不在八王之內。因此，也就從來沒有什麼八旗議政。沒有八旗議政，說的不對。顯親王爺，是不是這樣啊？差不多吧。真是为什麼呢？正是因為八王議政從來也沒有事權統一，而且容易引起人的篡權奪位之心。我世祖張皇帝當時一攬上3旗之權歸於天子，聖祖仁皇帝又將旗營、漢軍營統編入兵部，由國家統一提調，都是這個原因。八爺，您是參加過編纂八旗通志的，該不會不知道吧？如果八旗各方為政，定會同室操戈，禍氣蕭牆，不但無今日之大治，諸王旗主王爺豈能安會盛京？因此，今日重提所謂八王議政，不但不合時宜，而且定會擾亂國家政局，斷不可行。你說完了嗎？沒有說完。今天是朝會，皇上已有明旨，議的是新政。可是幾位旗主王爺卻節外生枝，提出所謂八王議政，因此我才不得不就此話題說清楚。剛才八爺、九爺和各位旗主王爺一起指斥新政，攻擊皇上，這才是我今天一定要說的。我張廷玉追隨聖祖康熙皇帝凡20年，聖祖的心思我最清楚。他老人家直到病天念念不忘、耿耿於懷的就是整頓吏治，改革弊政啊！康熙46年，黃河發大水，澤國千里，災民百萬，朝廷卻拿不出錢來賑災濟民，全靠當今的皇上和13爺到江南募捐籌款，才度過了那次難關。獻帝也曾對我說過，再不整頓吏治，這個國家就危在旦夕了，因此才有了後來的追逼國庫欠款。
先帝數次下決心要平叛亂，都因國庫空虛而無法用兵。對此，先帝經常食不甘味，夜不安息。先帝也經常對我們說，再不改革弊政，朝廷連用兵都沒有辦法了。先帝爺為什麼不立刻整頓吏治，推行新政呢？就是因為諸位皇子為了爭奪嫡位，把朝局弄得錯綜複雜，先帝實在是沒有精力完成這番大業了。先帝也曾經對我們說過，看來這件事情也只有寄希望於後人了。馬中堂，您說是不是這樣啊？張中堂所言句句事實。自我当今皇上御疾以來，秉承先帝的遗願，為了江山社稷，為了天下蒼生，推行新政是有目共睹啊！摊丁入畝，使國庫每年的賦稅增加了1半。火耗歸公，雖然使那些地方大員沒有了3年清知府10萬雪花銀的進項，可是國庫也因此又多收入了2成。田文鏡在河南推行士绅一體當差、一體納糧，雖然使那些有田的大戶們多少受了點損失，可是河南境內卻因此又多收入了4成，窮苦的百姓也相應的減輕了負擔。這些都是真事兒，發生在眼前的真事兒啊！八爺，您說是嗎？八爺，您是总理王大臣，人稱贤王，更应當以贤為懷。這些眼前發生的事兒，您不會不知道吧？別人反對新政，八爺您是最不應該反對新政的。你放肆！你口口聲聲賦稅，朝廷的錢就是再多，失去了人心又有什麼用呢？我愛新覺羅的江山社稷，正是因為像你、田文鏡、年羹堯這些奸臣酷吏，才搞得人心失尽。哼！我知道，你是怕恢復了八王议政的组织，而失去了你军机要臣的職位，是不是？八爺，咱倆同時棄官不做，歸隱山林如何？恕臣再說一句直言，只怕我張廷玉捨得走，八爺您捨不得走啊！哼，反了！全反了！皇上，汉臣有这樣對齊王說話的嗎？是啊，是不像話！你們對朕尚且這樣子說話，張廷玉和允嗣同朝為臣，為什麼不能這樣說話？你給朕坐回去。老伯、永信、承诺、都罗，你们還要替八王議政嗎？瑞亲王，微臣在。刚才朕都看到了，他們逼宫，
你没有和他們摻和，朕很高興。謝皇上。起来，坐吧。皇上这話，臣弟不能認同。這睿親王進京和其他3位王爺一樣，在一起亦同意了整理旗務的綱目，還一起建議了八王議政，並沒有誰在背地裡另起爐灶啊！是啊，不知皇上所說的他們逼宮指的是誰呀？這摻和又是什麼意思？我們沒有私定陰謀。皇上若無失政，為何害怕八王議政？徇私！你是鐵了心要自絕於朕，自絕於列祖列宗嗎？皇上，是不是自絕於列祖列宗？皇權路上自有印證。